很久以前，有一位国王非常迷恋漂亮的衣服，为了得到美丽的衣服，他几乎用尽了所有的钱。他甚至对自己的军队也漠不关心，更不爱好看戏，除非穿了新衣服，才会坐上马车出门炫耀一番。每一天，每个钟头，他都要换上一套新衣服。人们在谈论国王时总会说，国王正在会议室里，但是提到这位国王，人们都会说，国王正在更衣室里。他所在的这座城市，人们的生活轻松又愉快，每天都有许多外国人来到这里。有一天，城市里来了2个骗子，他们谎称自己是纺织工，能织出谁都无法想象的最美的布。这种布除了色彩和图案很有特色，而且用它缝出的衣服也不同寻常，凡是愚蠢或者不称职的人都看不见这件衣服。啊，这正是我想要的衣服，国王心里想着，如果我穿上这种衣服，就可以辨认我的王国里谁不够称职，谁是聪明人，谁是傻子。我得让他们尽快织出这种布来。于是他付给2个骗子很多钱，并命令他们立刻开工。骗子摆出2架织机，装模作样地工作着，但其实织机上什么也没有。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请国王给他们珍贵的丝线和金子，最后这些东西都被他们装进了自己的口袋。他们依旧在2架空空的织机上忙碌着，一直工作到深夜。我想知道布织得怎样了，国王心里想着，但又想起他们说的愚蠢或不称职的人看不见这种布，心里立刻感到不自在。虽然他认为自己用不着担心，但还是决定先派一个人去看看。城里的人都听说了这种奇怪的布料，因此都想看看身边的人有多笨或者有多糟糕。我要派我忠诚的老臣去看看，国王想，他是个很有头脑的人，而且非常称职，只有他能看出布料怎样。善良的老臣来到2个骗子工作的地方，看见他们坐在空空的织机前忙碌着。上帝，老臣睁大眼睛想着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什么也没看见，但是他没说出这句话。2个骗子谄媚地请他走近一点，并指着2架空空的织机问他，布的花纹和色彩是不是很美丽？可怜的老臣拼命睁大眼睛，可是还是什么也没看见，因为织机上确实什么也没有。我的上帝，他想，难道我很愚蠢吗？可是我从未怀疑过自己。这件事绝不能让其他人知道。难道是我不够称职吗？不，我不能说我看不见布料。先生，你有什么意见吗？一个织工问道。啊，真是好看极了。老臣戴着眼镜仔细地看着，说道，花纹真美啊，色彩也非常好看。我要禀报国王，这布料让我非常满意。听到您的话，我们真高兴啊，2个织工异口同声地说道。他们把布料的色彩和花纹又生动地描述了一番。老臣仔细地听着，好回去背给国王听，而他也这么做了。于是2个骗子谎称为了织布，必须有更多的丝线和金钱。最后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装进自己的口袋，织机上连一根线也没有。他们仍旧在空空的织机上假装工作着。没过多久，国王又派了一位忠诚的官员去，看看是不是很快就能完成了。他看见的和之前那位老臣看见的一样，2架织机上仍是什么也没有。您觉得这布料怎样？2个骗子问道，还装出只给他看的样子，并做了一番解释。我可不愚蠢，官员想，也许是因为我不够称职，太滑稽了，我不能让人知道。于是他把根本不存在的布料好好的赞美了一番。他还跟他们说，他很喜欢布料的颜色和花纹，真是太美了。回去之后，他对国王说，城里的人们都在议论这种布料。现在国王决定自己去看看了。他特别挑选了陪同官员，其中包括已经去过的2位大臣。2个骗子正聚精会神地在织布，
但自己是没有一根丝线。陛下，您觉得漂亮吗？两位忠诚的官员说道。陛下请看，花纹多精致呀，色彩多美丽呀。他们指着空空的织机，以为别人肯定看见布料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国王心想，太荒唐了，我竟然什么也没看见。是我愚蠢吗？难道我不配当国王？天啊，这真是太可怕了，我从未遇见这么可怕的事。是啊，真是美极了。国王说，我非常满意。他满意的点着头，假装仔细地看着织机上的布料，他不想说出他什么也没看见。陪同官员们也装着在看布料，其实他们什么也没看见。他们和国王说着相同的话，啊，真是美极了。他们还建议国王用这种奇特的布料做成衣服，在即将要举行的游行大典上穿它。每个人都在附和着说，太美了，太精致，脸上都露出喜悦的神色。于是国王赐予骗子爵士的头衔，并赠予一枚可以挂在扣眼上的勋章，还封他们为宫廷之师。游行大典前夜，为了完成国王的新衣，两个骗子整夜未眠，点着16支蜡烛在赶工。他们手拿剪刀在空中剪裁一番，又拿着没有穿线的针缝着，最后齐声说道，请看，衣服完成了。国王带领他尊贵的骑士们来到这里。两个骗子一人举起一只手，庞福手里拿着一件东西一样，说，请看，这是裤子，这是袍子，还有外衣。这件衣服非常轻柔，就像蜘蛛网一样，穿在身上就像什么也没穿似的。这正是它的神奇之处。是啊，真是不错，骑士们说道，但实际上他们什么也没看见，因为的确什么都没有。现在请国王陛下把您的衣服脱下来。两个骗子说，让我们在这面大镜子前为您把新衣换上。国王脱掉了身上所有的衣服，两个骗子装模作样的把新衣一件一件交给他。他们在国王的腰围上摆弄一阵，像是在系什么东西。最后国王在镜子前左右转动身体，装作从镜子里欣赏这件新衣。天哪，这身衣服太合身了，样子也好看极了。大家一同赞美道，瞧那花纹多美，色彩多亮丽，真是一件完美的衣服。这时典礼官说，华盖已经准备好了，陛下一出去，游行就可以开始了。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国王说，这身衣服很适合我吧。说着又在镜子前转动着身体，他想让大家认为他在很仔细地欣赏他的衣服。侍从伸出手装作在地上拿起后裾，然后做出将后裾托起的动作。他们认真地把空手举在胸前，很怕让人看出其实他们手里什么也没有。游行正式开始了。街道上站住的人，窗口里伸出脑袋的人都说，天哪，国王身上的衣服真漂亮，衣服的后裾又长又华丽，瞧，真是太合身了。谁都不愿意让别人知道，其实自己什么都没有看见，因为那样就会暴露自己愚蠢或者不称职。国王的新衣从未得到像这次普遍的赞美，可是他根本什么也没穿呀。最后一个小孩说道，上帝啊，你听，多么天真的话，孩子的父亲说道。于是大家开始偷偷传播孩子讲的话。有个小孩说，他根本什么也没穿。最后所有人都说，他的确什么衣服也没穿呀。国王开始紧张起来，因为他也觉得百姓讲的话是真的。不过他心里却想，我必须完成这次的游行。于是国王装出更加骄傲的神情，侍从手中拖着那并不存在的后裾，跟在他的身后。